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5季前情提要。为了对抗老禅师，拜瑞带着诺拉重返了斯旺 Zoom 萨维塔所在的时间线。为了得到斯旺的帮助，诺拉将老禅师的事情全盘托出，而斯旺就是未来的幕后黑手，指引诺拉来到主线时间的导师。2049年，斯旺就已经入狱15年了。一个比超能监狱强数百倍的抑制器让他变成了一个凡人。在未来，诺拉找他帮忙就是为了学各种技能，为了亲眼见到父亲。直到诺拉跟随父亲回到过去后，才知道了斯旺的所作所为。斯旺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奶奶，毁掉了自己的家庭，也因此诺拉对他失去了信任。白瑞告诉过诺拉，斯旺是一个只会帮助自己的人。斯旺的解释也显得十分无力。老禅师这边自从失利后就很久没有再出现，乔为了保护自己的小女儿，暂时投靠了沃利。难得的空闲时间，夏洛克立刻投入了解谜环节，他要查出诺拉到底在隐瞒什么。同时，凯瑟琳为希斯科做了最后一点手术，将手掌里的匕首碎片取了出来。碎片抑制了他太久，希斯科都慢慢习惯了没有震波的日子。另一边，法院对乔斯进行了审判。塞西尔作为原告方律师，控诉了乔斯故意袭击、谋杀未遂等罪名。塞西尔说到一半，回头看向了乔斯，心灵感应告诉他这件事儿并不简单。为了得到进一步确认，塞西尔只能停止了自己的诉状。而此时法庭外，一名女子拿着被卫星碎片感染的遥控偷走了一辆兰博基尼。接到消息的拜瑞找了借口离开了法庭，即便他30分钟后就要上场作证。拜瑞很快追上了兰博基尼，本打算进入车内逮捕罪犯，却被遥控散发的暗物质弹开。拜瑞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，一直处于震动状态。诺拉把他带回了实验室，如果拜瑞一直震动，就会掉进地底，最后可能窒息身亡。希斯科指导走到了超能监狱上方，在拜瑞掉进去的一瞬间，希斯科启动了开关，拜瑞暂时安全了。可法庭作证，他没办法去了。暗物质让拜瑞的身体进入了不稳定的状态，即便有神速力的帮忙，也要24小时才能恢复。诺拉只能代替拜瑞来到了法庭。塞西尔再三提醒他，一会儿要跟着我的节奏。诺拉点头答应，可心里却一直忘不了斯旺的欺骗。因为上午塞西尔就通过心灵感应读出了乔斯的忏悔，乔斯现在只想重新做人，况且乔斯的袭击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伤亡，塞西尔打算给他一个机会，所以停止诉讼。可作为场上唯一的证人，诺拉并不打算善罢甘休。斯旺给他的教训就是，任何坏人都不可能洗白，每一个坏人都罪有应得。塞西尔刚刚给了乔斯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，就被诺拉当场搅乱。乔斯最终选择了接受制裁，很快就会被警方送进铁山监狱。另一边，希斯科进行了一整天的研究，他发现匕首碎片之所以能抑制超能力，是因为它可以反暗物质，这意味着它可以研究出一种血清，一种让转化人重新变回人类的血清，还可以让老禅师失去超能力。凯瑟琳在老禅师方面当然选择同意，但他不同意治愈所有转化人，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变回普通人，尤其是他。此时，乔斯正在被押往铁山监狱。女人驾驶兰博基尼拦下了警车，轻轻按下了遥控器，就干扰了整辆车。乔斯就这样被半路劫持。通过监控，众人发现了女人手上的卫星碎片，人脸扫描后找到了她的真实身份。女人叫莱雅，曾是一名空军飞行员，也是一名汽车操控专家，因为干了不光彩的事被革职，档案也被军方封存。造成这一系列事件的人就是诺拉，他本就不顾塞西尔的想法，执意要把乔斯说成杀人犯，现在又觉得这场劫持案是乔斯一手策划的。此时乔斯被莱雅带到了基地，他救乔斯的目的也很简单，就是为了找个帮手，方便他入侵天眼会。乔斯的法杖造成的电击足以让天眼会的防御系统暂时瘫痪，可乔斯根本不想参与，他只想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。白瑞这边距离24小时还有很长时间，夏洛克给他送来了晚餐，顺便问了下关于时间语言的事儿，可这语言连吉迪恩都翻译不出来，白瑞又怎么会记得？谈话结束后立马响起了警报，是乔斯制造了风暴。诺拉立刻赶了过去，然而并不是风暴，而是乔斯修改了卫星的数据，他其实想叫来闪电侠的，结果来的是 XS。 乔斯把所有关于莱雅的事告诉了 XS， 他希望让人们相信自己没有逃跑，自己已经良心悔过，决定入狱。诺拉根本不相信他，直接把他拉到了警察局。同时艾瑞斯委托乔的老熟人拿到了莱雅的档案，看起来莱雅就是一个替罪羊，军方为了掩盖某些事情开除了他。艾瑞斯主要想告诉诺拉，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们看上去那么坏。艾瑞斯知道自己跟诺拉 talk 不了，直接让他去找拜瑞问问意见。拜瑞帮助的罪犯也不少，比如斯纳特。拜瑞帮助他从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变成了明日传奇的英雄。诺拉又问起了斯旺。拜瑞觉得每个人都有改变的时候，即便是斯旺，在未来的某一天都有可能良心发现。
因为拜瑞对任何人都心存希望。与此同时，莱雅再次救出了乔斯，这次还带来了乔斯的法杖。乔斯也决定帮助他，好人当不了就当坏人。乔斯引了一道天雷，直接使天野会的防御系统瘫痪。莱雅要偷的东西就是这辆来自维恩科技的战车，通过它的暗物质遥控增强过后，这就变成了一辆杀人机器。根据暗物质的数值，希斯科定位了他们的位置。拜瑞警告诺拉，千万不要轻易去触碰这辆车。诺拉带上凯瑟琳冲向了两个人，这次换他良心发现，他想说服乔斯从良，这还得意洋洋地躲避导弹，下一秒被炸成了瓜皮儿。冰霜杀手立起道冰墙，企图阻止两人，可这辆车被强化后竟然拥有了震动功能，轻轻松松穿过冰墙进入了隐形模式。希斯科唯一能做的就是连接了车载音响，方便诺拉嘴炮乔斯。他希望乔斯能重新相信自己一次。乔斯心一软，利用法杖使路面结冰，让诺拉逃过了被撞死的风险，随即带着莱雅逃之夭夭。24小时终于过去了，拜瑞安然无恙地走了出来。看来自己的女儿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斯纳特。此时希斯科还在研究解药，早些时候希斯科的研究被冰霜杀手给摧毁了，因为冰霜杀手不想离开凯瑟琳，可现在的凯瑟琳反而决定帮助他，因为这可能是打败老禅师的唯一办法。两个人来到了安全屋，之前托马斯研究出冰霜杀手的基因，只要希斯科想办法重新编写，并且加入匕首碎片的反物质成分，那治愈解药就指日可待了。凯瑟琳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强迫某人去服用解药，给每个转化人选择的机会。当晚，诺拉再次来到了2049年，这一天的经历让他有了改变。诺拉决定重新给斯旺一次机会，一次帮助他们对抗老禅师的机会。此时距离斯旺执行死刑的时间不足1个小时，想要赎罪就必须帮助白瑞打败老禅师。另一边，夏洛克偷偷来到了时间穹顶，诺拉想要联络幕后黑手，就肯定需要基迪恩的帮助。身为威尔斯，自然可以命令基迪恩，只可惜诺拉早就删除了所有记录。最近老禅师一直杳无音信，因为上次冰霜杀手的突袭着实让他伤得不轻。现在警察局出了内鬼，有人把转化人的名单送到了老禅师的手里，他只需要一个接一个杀死他们即可。马仔正和转化人朋友干坏事儿，老禅师突然杀到，闪电匕首抑制了他们的超能力，没几分钟转化人就被打死了。马仔趁机逃了出去，白瑞刚刚来到现场调查，就听到了另一起命案，同样是转化人被当场打死。除了老禅师，没人能这么迅速。实验室这边，凯瑟琳一直在协助希斯科研究解药，每到关键时刻，冰霜杀手就会捣乱。不顾凯瑟琳的意见，直接把公式涂画成艺术品。好在是凯瑟琳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如果他能得到一个和暗物质完全结合过的转化人 DNA 样本，他就能调制出解药。然而这种人都被老禅师杀干净了，只能想办法拿到老禅师的 DNA 样本了。夏洛克这边经过几个星期的研究，终于翻译出了其中一句话：时间线是可以改变的。这句话让夏洛克一筹莫展，可老禅师还得想办法解决。昨晚又死了3个转化人，谈话间老禅师又出手了，众人立刻赶到，老禅师被突来的袭击打得猝不及防。然而很快老禅师就有了准备，立刻抑制了所有人的超能力，抓起诺拉一拳打断了他的脊椎，打完就离开了现场。白瑞这下彻底慌了，诺拉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凯瑟琳为他做了全面检查，只能说是非常严重。老禅师的攻击导致暗物质遗留在了诺拉体内，神速力的快速自愈被抑制了，什么时候能恢复还需要进一步检查。诺拉已经彻底失去了下半身的直觉，女儿突然的遭遇让白瑞非常愤怒，他要立刻找到老禅师复仇。夏洛克和拉尔夫的侦探本能发现了端倪，最近死掉的转化人曾经都来自同一所监狱。白瑞立刻想起了去年自己抓捕过的罪犯，死者正是按照名单顺序被杀的，名单上包含了所有个人信息，一定是警局出了内鬼。白瑞和塞西尔找到了辛格，但没有直接的证据，辛格也没办法向令调查。诺拉出了事之后，白瑞就根本耐不下性子。塞西尔给了他一个建议，集合所有转化人，把他们统一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艾瑞斯无时无刻陪着诺拉，孩子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。而冰霜杀手这边一拳打碎了凯瑟琳的攻势，他可不想因为这个破解药而丧命。白瑞找到冰霜杀手，准备集合所有转化人，第一个目标就是找到马仔诺瓦克。艾米奈特离开后，诺瓦克就成了新的领队。他的确可以召集所有地下的转化人，但他有一个要求，先救自己。塞西尔把计划告诉了辛格，希望他能暗中帮忙。两个人谈话结束，塞西尔就在琼斯警官的脑子里读出了些愤怒，但他没当回事。很快诺瓦克集结了所有转化人，闪电侠一改以往的健谈风格，心里暴躁的亚痞，他告诉转化人们，你们爱信不信，不信给爷滚。诺瓦克立马出来煲了一碗鸡汤，成功稳住了所有人的内心。冰霜杀手也发现这个小马仔并没有那么坏。诺瓦克说自己以前就是个动物园的员工，粒子加速器爆炸的时候，眼镜蛇成群逃窜，为了保护一个小孩子，诺瓦克挺身而出，这才变成了现在的模样。
曾经他不顾安危保护别人，现在他只能自保。拉尔夫听完后也对他改变了看法。现在所有转化人都集齐了，只差心灵传输者肖娜。白瑞立刻找到了他，肖娜根本不相信闪电侠是来帮自己的，然而已经来不及了。老禅师抑制了2个人的超能力，白瑞为了给肖娜争取时间，独自单挑老禅师。然而没有神速力的白瑞根本不是对手，2个人只能选择优先逃跑，这才勉强的回到了集中营。塞西尔陪伴在白瑞身边以防万一，而白瑞脑子里已经出现了杀意，杀死老禅师才能解决一切。诺拉被打了个半死，作为父亲的白瑞不报仇还能称之为父亲吗？白瑞脑子里的愤怒让塞西尔想到了一个人，他知道是谁泄露的名单了。另一边，诺拉慢慢有了好转。夏洛克过来问了他关于神速力的事儿，艾瑞斯赶紧阻止了他，还警告夏洛克，你要再调查我女儿，老娘就要赶走你了。然而夏洛克吃的就是这碗技术饭，不管艾瑞斯信不信，反正他就是怀疑诺拉。另一边的转移行动马上展开，拉尔夫知道冰霜杀手为什么要给凯瑟琳捣乱，因为冰霜杀手害怕凯瑟琳抹除自己，而拉尔夫告诉他，凯瑟琳把你看得比自己都重要。此时警局的内奸琼斯又把转移消息告诉了老禅师，辛格派来的飞机还没落地就被老禅师摧毁了起落架。白瑞立刻让拉尔夫转移其他人，自己独自对抗老禅师。看见仇家之后，白瑞变得更加愤怒，打人都变得有了力量。另一边，拉尔夫命令肖娜把所有人传输上去，可自私的肖娜根本不顾别人，拉尔夫只能靠自己把大伙带上飞机。此时诺瓦克突然走到了一边协助拉尔夫，他早就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抛在了脑后，优先逃跑权给了别人。而白瑞这边强行和老禅师打了个4、6开，虽然打不过，但还是重击了老禅师。冰霜杀手掏出冰刃就冲了上去，他要给老禅师介绍一下自己为什么叫冰霜杀手。几刀下去，老禅师鲜血直流，老禅师反而变得更加愤怒，击飞了冰霜杀手后准备一刀捅死的。脑海中想起了凯瑟琳的提醒，冰霜杀手躲过了致命一击，可匕首却刺向了诺瓦克，他选择了为所有人断后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拉尔夫救了他一命，匕首再次飞回的途中被冰霜杀手冻结，这一下子神速力回到了白瑞身边。此时白瑞已经起了杀意，他向手上传递了几十亿焦耳的能量，这一拳下去，老禅师必死无疑。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，白瑞今天就要给自己破个功。他娘的电击拳马上出手的时候，诺拉赶过来阻止了白瑞，老禅师则趁机逃跑。转化人们逃到了别的城市，用着全新的身份生活着。晚上的决战，冰霜杀手功不可没。夏洛克忍不住说了一句，闪电侠和冰霜杀手才是最佳搭配。吃里扒外的琼斯也被辛格绳之以法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斯宾塞毁了他的人生，可这并不影响他被关进大牢。凯瑟琳这边，冰霜杀手为他还原了所有公式，还准备了一份大礼，老禅师的血液样本，这是他特意为凯瑟琳从冰刃上提取的。冰霜杀手又帮了一个大忙。夏洛克也没有停下脚步，他反复调查着诺拉日记上的备份，终于他发现了端倪，本上有2种笔记，果然和他猜的一样，有人指使了诺拉，而诺拉也成为了老禅师的下一个击杀目标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